AI 人工智能系统 High Technology School。从下个月开始，我会在铃铛网内部全面推广这套系统，所有职位能够替换的全部替换，这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提高我们的利润。但是问题来了，这套系统代替的是人，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始裁员了。所以你想起我了，魏哲，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对于任何公司，如果要裁员的话，老板最头痛了，这会造成公司内部的不稳定，舆论的压力也会对我们不利。所以这一次的裁员，我要进行内部公关，而且我认为你最合适。裁员不应该是你们公司内部 HR 和法务的事情吗？这次裁员的人数会比较多 ，HR 呢忙不过来。至于法务，你也清楚，他们最擅长什么呀？从法律的层面去解决问题。这个太冷冰冰了。毕竟每一位员工都为我们铃铛网做出过贡献，但是现在没办法，高科技的发展抢了他们的饭碗，我也很痛心。所以我不希望每一位员工在离开的时候心怀怨恨。我希望把对他们的伤害能够降低到最低，这就是你的任务。总之一句话，公司不能乱，人心不能散。多大规模的裁员？500人左右，内地200，香港100，另外国外还有200，尤其是这国外的200会非常棘手。考虑到这项工作的艰巨程度，我们铃铛网将提供200万美金作为公关费用。如果你们做得好，我们承诺将追加30%作为奖励。魏总、江总，表个态吧。价格实在是很诱人，但是价越高，我这心里越不踏实。唐总，你还是把话说完吧。要拿到高额的公关费用，我只有一个条件，你们需要垫资。垫资？是的，垫资50%。我觉得这个很公平啊，风险共担嘛。另外，垫资也是对于你们可以更好地完成这次公关活动的一个督促。也就是说，如果这次裁员的公关活动完成得好，我可以把垫资的钱还给你们。另外，260万美金的支票随时奉上。但是，如果完成的不好，公关活动搞砸了，那你们只能拿回垫资的钱。至于260万美金，好当了，你们的利润0。铃铛网愿意拿出200万美金，也就是将近1300万人民币，作为这次 DL 协助裁员的公关费用。同时承诺，如果在结束裁员之前没有发生恶性事件和不良影响，还会继续追加奖励30%的公关费。也就是说，做得好，这一单我们能拿到1700万人民币。那就不用讨论了，接呀！你听我把话说完。铃铛网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让我们先垫付1半的资金，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拿出650万作为垫付资金。一下垫资这么多，在公关界可没有先例啊！干得不好，是赔是赚还不一定呢。没错，唐正是个精明的人。那追加奖励的30%公关费，就好像是挂在我们面前的一块肥肉，勾搭着我们一直不停地往前冲；而垫资，就像是绑在我们尾巴上的定时炸弹，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他要求的事情，否则砰的一声，什么都没了。所以做还是不做，大家决定。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垫资的金额确实有点高，不过我们 DL 也是打过硬仗的，我认为这个项目应该结。OK， 就这么说定了。魏哲，铃铛网是你的客户，那就由你来安排吧。但是小丽式奶粉现在这个阶段正是关键时刻，抒情走不开。
而且威廉这边也有几个客户要来回转。这么吧，香港部分我来负责。第一呢，我对香港比较熟；第二，香港上海很近，实在不行的话，我两头跑。那行，那就内地部分由路易斯和安东来负责。香港部分就麻烦你了。国外部分由我和江总负责。我当然是你。整个案子最难啃的就是国外部分，而且被裁人员最多的也是国外分部，所以我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你可以让路易斯陪你去啊，我留下来负责内地部分。路易斯的英文水平连找酒店地址都够呛，你觉得他去了能帮我什么呢？老大，我找酒店地址还是可以的。闭嘴！国外部分裁员名单里有1半以上的人是在铃铛网工作过5年以上的老员工。这些人不仅薪水高，而且曾经在铃铛网创立时期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所以他们是最难安抚的。当地的法律也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个不仅英文好，而且熟悉当地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同时对当地法律还有一定了解的人。我认为江总最合适。师兄，你不是说来机场送我吗？你人在哪儿啊？大林啊，实在抱歉啊，本来今天应该去送你的，可是我现在堵路上过不去了，实在对不起。没事儿，我自己以前也是拎着大箱的小箱子去机场的，习惯了。回国以后再跟你联系。就这样吧。一路平安。好，谢谢。聊完了。你怎么才来呀？你那个师兄没来送你，心里特别失望吧？没什么事儿。放轻松点儿，去澳洲就当度假了。If you kill me, you will be laid off. Kill me! Come on! Kill me! Shoot me! ，Charles, calm down, please. Okay? Calm down.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do that. Calm down, please. Calm down. Charles, it's all right. I know that. You are suffering now.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Wei 先生，你怎么样？没事。Okay, everybody, go to work. Go.
真是不好意思，刚下飞机就让你们遇到了这种事儿，让你们受惊吓了。看，明信片上的风景就是在这儿拍的。刚才你不怕吗？枪里有子弹，能不怕吗？换你试试啊！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做公关有的时候会流血牺牲，我还不相信。刚才我信了，现在我知道了，只要我们一不小心，还真有可能把命搭进去。别吓唬自己了，这就是个偶然事件，但是这次下马威提醒我们，悉尼的案子不好干。放心吧，你很安全，我会保护你的。我可以 transfer 到其他部门，我还会做 Java 的研发，我还可以做产品设计，我还可以做更多，请你们相信我。 I assure you, it's illegal to dismiss me for no reason. I assure you. 叫唐正来见我，叫唐正来见我。希望你不要这样。让唐正来见我，否则谁也别想开除我。3年前，唐正告诉我说，做人要有敢拼的心，所以我放弃了墨尔本30万年薪的工作，搬来悉尼。他说他不会辜负我。希望你冷静。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唐正立刻来见我。你让他自己站在我的面前，当着我的面炒我鱿鱼，我就算他是英雄好汉。你让他来啊！招人的时候花言巧语，什么为了梦想，现在呢，居然连来都不敢来了。靠！ Pussy！ 还有你们都是帮凶 ！Go to hell！ Kill me! Just kill me! Kill me! Shut up! 这么晚了，有事吗？不好意思打扰你睡觉了哈。我还是觉得关于案子的事情，我们应该好好的聊一聊。明天不行吗？我不聊清楚，我睡不着。我有一个想法，说吧。就是我计算了一下，现在已经有85%的人签了离职协议，那剩下没签协议的人里面有，其中22个都是悉尼分部最早的员工。说重点。我看他们的资料，我觉得他们都挺可怜的。我让你说重点。就是我说了，你别生气哈。我在想，能不能把我们的利润拿出来一些给他们呀？
你的意思是，拿出我们自己的利润，去补偿甲方被辞退的员工，有用吗？这是杯水车薪，知道吗？还有，你别忘了，这一单我们是垫资在干，有没有利润还不知道呢。可是他们真的是很可怜，你今天也看到了，有哭的，有要告我们的，还有的人直接让我们下地狱，我真的是不忍心。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嘛。这样吧，我给唐正打个电话，我再替他们争取一下。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善人。事说完了吧？回去吧。要不我陪你喝点酒吧？我已经喝过了，我准备睡觉了。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我能不能今天晚上就待在这儿？你睡你的，我不影响你的。我不是那样的人。你想什么呢？我也不是那样的人。我就说我睡沙发，你睡床，你放心，我第一不打呼噜，我第二也绝对不发出任何声响，我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反正我不管，今天我就是赖在这儿，我不走了。起来。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睡觉的时候，我一直在做梦，我梦到那个查尔斯就拿着枪顶着你的头，你的头嘣就爆炸了，然后到处都是血，我真的害怕极了。我现在不想回去，我待在你这儿还不行吗？你别赶我走好不好啊？到床上睡去。啊？我一个大男人睡床上，让一个女孩睡沙发，说出去不太好听。我睡沙发，你到床上睡去。我就说你是个大善人吧，谢谢。啊，对了，你给前台打个电话吧，让他们给你送上被子，你别感冒了。我知道。那你也早点休息。考虑到你是悉尼分公司的初创员工，我们单独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补偿计划。我们从原本的 N+2增加到了 N+6，这个补偿额度在铃铛网可是第一次。唐总也特意交代，他私下里会为你推荐一份新的工作。我们知道剩下的22人里，有很多都是你推荐给唐正的，他们非常的信任你，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起到带头的作用。让唐正来见我，让他站在我的面前，站在我们22个人的面前，把话说清楚。这件事情现在由我们来负责，唐正没有必要来见你。而且我们的裁员程序完完全全符合法律的要求，你就算继续再闹下去，也不会得到更多的利益。你应该适可而止。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钱吗？你什么都不懂。你觉得他还会答应吗？必须答应，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已经做了摸底工作，目前抵触情绪还是很大，尤其是 John。我们知道他在员工中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也对他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条件，而是他根本不想谈。所以我想知道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原因很清楚，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被谁骗了？唐总，当初铃铛网悉尼分部开创的时候，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是唐总一个人的去谈，一个人的去做工作，什么好听说什么。比如说像 John， 人家原本在墨尔本工作稳定，收入也不错，一来二去被唐总忽悠来创业了，结果呢，当初的承诺一句没有兑现，现在要裁员了，连面都不肯见，换谁能咽得下这口气？既然是这种情况，就应该让唐总去见一面。其实有的时候真不是钱的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这种事说得清楚吗？是唐总180个对不起人家，怎么见面？啊，不好意思。Hello， 你说什么？我马上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你们来悉尼这么多天了，都没请你们吃个饭，好不容易今天有空，没想到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唐总的儿子在这边念书，一直是我帮忙照顾着。刚才来电话说出了交通事故，我得赶紧过去一趟。需要我们帮忙吗？没事，我自己去就可以了。那你赶紧去吧。好嘞。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他们觉得唐振是骗子，那更应该去见一面，解释清楚。唐振花这么多钱请我们来，就是不想自己去面对这些人、这些事儿。情感和友谊在利益面前都是暂时的，所有的裁员到最后都不是情感问题，都是条件问题，是钱的问题。再给他们一点时间，我想他们迟早会妥协。如果现在让唐正出面，只能证明我们无能。怎么了？出事了。The job cut estimated to affect 200 staff all based in Sydney. Suspect was drunk and broke into the Lingling Sydney office. It's an unfortunate event. The Lingling is one of the biggest online e-commerce company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2007 when Tajin created the website Lingling.com, the business-to-business platform to connect Chinese manufacturers to foreign buyers. 喂，魏总，电视新闻你看了吧？John被警察抓了，请你马上到公司来。我知道了，一会儿见。到底怎么回事？John心里不痛快，喝多了酒，跑到公司来闹事儿，砸了玻璃门，触发了报警器，结果就被抓了。赶紧找律师，无论如何得把 John 保出来。我立刻安排。还有告诉我们他住哪儿，我们要安抚他的家人，避免事态扩大。好，一会儿我就发给你们。好。啊，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喂。我已经到了，你先放下手里的活，到我这儿来一趟。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两位，John的事就先交给你们了。我有点急事要处理，得先出去一趟。我真是受够你了！你怎么又把盘子给我打了？你这个内疚狗！我告诉你，每次干完坏事你就不说话你就跟你的没用的爸爸是一样的，我养不了你了啊！我告诉你，你找政府去养你，你去呀你！那个你好，是丁太太吗？你谁呀？
我教训我自家孩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您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铃铛网的公关代表。铃铛网，你们还敢来啊？我过成现在这样，因为谁啊？就是你们啊！我好好的在墨尔本住着大 house， 现在呢，我连下个礼拜的房钱都不知道在哪儿。这一切都因为谁呀？就因为你们那个唐正，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交易就是给他给骗了。您先别着急，我们进来沟通。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你们说，你们现在就给我走，马上走！还有你也给我走！我告诉你，我真的快要累死了，我求求你，你走吧。你这身上吃的、喝的、穿的，你的牛奶、你的学费，哪样不要钱？我们家没钱了，爸爸被他们抓进去了，你知道吗？我们好像跟你哪也没上去，做完剧了。你就是非走不可，你走不了别人。我告诉你，今天必须留下来，人走就回来，就别走。别无理取闹行不行？我是为了正经的地质科研事业。你是说我的艺术追求不正经了？不是你要坚持，还是你是你要上，但是还是要我去偷去抢，知道吗？你就混蛋！他也把我抓走，那你就高兴了。就一个人住在这儿，你爱摔盘子摔盘子，爱叫喊叫喊，怎么没有人给我上来是最好的？闭嘴！我让你闭嘴！你为什么这么对孩子？孩子做错什么了？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对他？我为你感到羞耻，知道吗？你不配当他爸。哎，那个，别再骂孩子了，孩子挺可怜的。对不起啊，魏哲，别这样。魏哲，魏哲，你怎么了？焦云出了事儿，他太太脾气不好，抱怨几句，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吗？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我想打人。喂，焦阳出事了。什么？他在警察局自杀了，现在在医院抢救。魏哲，焦你自杀了。说好吗？那个孩子，我看到那个孩子眼神我就受不了。那个孩子的表情我看到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绝望。一看就知道，他妈平时就是这么对他的，永远都是对他这么歇斯底里。这人的家里，永远都在这样的争吵。这个孩子在承受着什么？这跟你没有关系。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我就见不得别人这么对孩子，父母怎么能这么对孩子呢？孩子有什么错？父母这么对孩子就是无能，就是混蛋。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不是你造成的。怎么不是我造成的？
专员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帮凶，没错，我就是帮凶。他的太太不是也说了吗？他们不想来袭你的，不想来袭你的，就是唐正一再让他们来袭你。你来袭你面对什么？来袭你就得失业，失业又得什么？他们就会变成怨妇，他就得承担这一切。你冷静一点，魏哲，你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在你的身上好吗？我们现在在帮客户解决问题，你的魏哲法则是没有错的。我们不是神，你说过了，我们不是神，对吗？我们不是神，我们帮不了所有人，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害别人。这件事儿，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就一直在相信我的判断，在相信我的经验，在相信我的魏哲法则。魏哲法则是什么？就是冷酷，就是无情，就是强硬。如果我们不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Joan，Joan就不会自杀。你说我是不是帮凶？你说我是不是帮凶？你不是的，你已经找过唐正了。这件事情真的跟你没有关系，你做了你该做所有的事情。而且你不像你刚才说的什么无情冷酷，你其实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无论是杨默的案子，还是董小鹏的事情，你一面说的什么原则，客户骂着我，一面你在帮我解决问题。包括这件事情，你非常同情 Joan， 所以他自杀了以后，你崩溃了，你受不了，所以你的焦虑症又犯了。但要知道，你犯病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你自己。你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了，好吗？你是不是偷看过我的病历？什么病历？你怎么和聂林子说的一模一样？好点了吧？你刚才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吓了我一跳。对不起，让你见笑了。没有。其实，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人。不只是我吧，只要是你身边的人，都愿意不自觉地依靠你。但是人嘛，总是有软弱的一面，也会有累的时候。这个时候，朋友和家人存在的意义就是陪在你身边啊。虽然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我也愿意陪着你。教你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我们做的有点不近人情，但人总会有犯错的时候，我们知错能改不就好了吗？你别太自责，好吗？我接电话。喂，你好，江总，Joan已经抢救过来了。他说自己只是一时冲动，现在很后悔。我怕你们着急，就先给你们打个电话。知道了，谢谢啊。刘旭阳打来电话，他说Joan已经抢救过来了，没事了。他还说Joan觉得自己是一时冲动，现在非常后悔。这下你该放心了吧？你先回屋吧，我洗个澡，休息一下。今天下午，跟我去见刘旭阳。好。
你们俩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上次说唐正的儿子出了车祸，唐正非常爱他的这个独生子，他要是出了车祸，唐正不可能不过来。昨天你接的电话是唐正打给你的吧？他现在在哪里啊？已经到西堤了吧？回答我。别问了，唐总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这儿，尤其是你们俩。躲是躲不过去的。焦恩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唐正必须得给他一个交代。曲阳，你也是铃铛网的老员工了。John 的感受，你应该最清楚，帮帮他吧，劝劝唐正。我真的已经劝过唐总了，可是他不答应，我也没办法。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们，唐正在哪里。3 days. Are you sure? Okay, 3 days. 唐总，您请。唐总，铃铛网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这件事和旭阳无关，是我坚持要来见你的。就你主意大，我也是没有办法。Jackson， 多美的地方！你来到这么美的地方，就为了跟我讲“没办法”这3个字？您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在员工心目中的形象有多么高大吧？当初是你一个一个把他们招进来的，现在他们只希望你给他们一个交代。换句话说，目前只有你可以解决他们和铃铛网之间的矛盾。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裁员是公司转型的需要，他们就是过不去感情这道坎儿。所以，您必须出面。260万美金。我花了260万美金请你们过来，就是为了让你们给我做工作。我疯了？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该干什么。悉尼分部虽然现在大量裁员，但是铃铛网未来在澳大利亚的市场还要不断的扩张，这是你说的，所以口碑和声誉绝对不能倒。我相信唐总能掂量得出孰轻孰重。如果您还是不愿意出面见他们，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往下推进。至于那垫付的50%公关费，您看着办吧。这真的不是钱的事。
It's okay. I'm coming. I'm here. 都不着急，我知道你们手枪、大炮、原子弹都揣怀里了，不着急。你们有时间向我开火，先吃饭。你们当中很多人是被我用一顿火锅给骗来的，当然，也有的是2顿。说实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在饭桌上跟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向你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咱们今天就好好怀念一下，怀念一下梦开始的地方。在饭桌上，从哪儿开始，咱们就在哪儿结束。Cheers。你们都相信我，相信我唐正，跟我来到铃铛网。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想白手起家，打造一片辉煌。但是，我今天必须请你们吃这顿散伙饭。他们说公司要发展，就必须要淘汰落后的生产力。他们说这都是为了公司好，不对，不是他们说，其实这些话都是我说的，是我唐正说的。我一直用这些话在说服别人，其实我是在说服我自己。直到我今天站在这儿看着你们，我不得不说 ，It's bullshit。It's bullshit。你们什么时候成了落后的生产力了？你们都是跟着我一起打天下的呀，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摊子铺得太大了，现在高额的运营成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抱着铃铛网一起死；第二，牺牲在座的你们所有人。当初我是怎么把你们一个个挖来的，现在我就要怎么一个个把你们送走。你们恨我吧？所有错都是我唐正一个人的。但请你们相信我，即便今天你们离开了，你们为铃铛网所做的一切，我唐正铭记于心。对不起。等时间冒出嫩芽的身影，对不起，才逐渐看清窗外风景。调匀的呼吸，小心翼翼，谁的心事揉成谜。我对不起你们。等回忆缓慢无声的提醒，城市中那一些繁文缛理。唐总，你别喝了，你喝的胃穿孔。铃铛网剩下的员工们怎么办？你这杯酒，我们替你喝。时光成雨花落地，轻轻一笔，黑白翻阅到黎明，对错的顺序终究对
会胜利。这世界有太多故事，太美丽，温柔却毫不留情。梦里，梦里，时光成雨花落地，倾听，倾听，文字都失落成意，钟声在叮咛，低沉的私语，是谁不经意的留下痕影？只不过风声掠起。来，为了我们在异国他乡办成了这么一桩漂亮的案子，干杯！也为了你这个临时心理医生一出手就治好了我的焦虑症，感谢。哎呀，终于结束，可以回家了。能这么舒服踏实的吃顿饭，觉得好幸福啊！吃吧。 Everybody freeze! Get down on the ground now! I said get down right now! I will shoot you! Put everything on my back now! Everything! You need. What happened here? Everyth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do? Move it! What do you have? Everything on my back. 你疯了！人家有枪，你拿把水果刀干什么？给我！ Let's go, you. 那我们先走。以后他们过来，千万别看他们的眼前，他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听到没有？ What happened here? You Come down, sir. Give me everything. Okay. Put everything on my back. Come on. Your necklace. Now. 给他。 No, no way. This is my daddy. Your dad? You never go to see your dad again. Give me now. No. 给他。不，这是我爸爸的。 I want to kill you. Give me now, now, now. Now I kill you. I kill you. Get off of me! Ah! 你还真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人。怎么了？我都说了，这是我爸送给我的。能理解。反正这个地儿呢，我是再也不想来了。拍个照合个影吧，留个纪念。我不喜欢拍照。再说了，来到这儿，2次被别人拿枪顶着脑袋，我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了。所以，这应该是我的福地。我还会再来的。要来你来，反正我觉得我们中国最好。我想回家了。师兄，你怎么来了？欢迎你回来。谢谢。走吧。怎么还不到啊？堵车？啊，那你就不能早点出门啊？行吧，我知道了。我再等等。
好，我不跟你说了。魏哲，魏哲，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咱俩有缘啊！哎，咱们有话好好说。你从哪儿回来的？米兰，你呢？我从悉尼就学成回国了。我在米兰学习时装设计，都已经毕业了，一点都不关心我。我爸催着我回国学那个什么 MBA，补商业知识，我都快烦死了。这两位是谁啊？啊，这位是我的老板江达里。年纪不大，小老板好。其实我是他的合伙人，魏哲还是我的老师呢。这是我的师兄谭新凯。师兄还送花啊？你怎么称呼啊？拜乐时装裴总的千金裴玉。魏哲的前女友。有人来接你们吗？要不然我让我的司机送送你们。啊，不用了，我就是司机。那我们先走了，拜拜。推车。谢谢啊。一回国先送我回家，省得我打车了。你一会儿是回家吗？去我的新房子。你刚回来就找好房子了？对啊，虽然我人在国外，但还是可以在网上 VR 实景看房，特别方便。哦，我这房子已经打扫好了，怎么样？你今天有没有空？去我那坐坐。没空。晚上有人约我了，好几个呢。还挺忙啊。我就想不通了，你怎么去给那个小女孩做什么合伙人啊？别这么说，你在你爸公司那些老臣子眼里，不也是小女孩吗？我就奇了怪了，这么多年了，兜兜转转的遇到这么多人，我怎么就看你顺眼了？你是遇到过多少人啊？别这么看着我啊，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从国外一路跟踪我回来的。你别这么自恋行吗？我就顺口夸你一句，你就不得了了。哎，我告诉你啊，这次我回国呢，不仅要上 MBA， 我家老头子还给我布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你猜是什么？我哪猜得着啊？结婚。好事儿啊，恭喜你啊，终于把自己给嫁出去了。我说我要结婚了，你也不难过一下？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我难过什么呀？我刚才在机场看到你，这心脏还是砰砰直跳。是吗？所以我在想啊，我这个婚期是不是要往后延一延？因为我看见了你，说不定还能在我的婚礼之前，好好享受几个月美丽的人生。怎么样？你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有什么心理负担吧？我的心理负担非常的重，非常的重，非常的重。你这人怎么那么不经斗啊？你好好的啊。你这手上戴的什么东西啊？这个吗？这是绝无仅有的设计师手环。哦，我家到了，谢谢你送我回来。我送你上去吧。不用了，真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没想到这次去悉尼，出了这么多事儿啊，真是太危险了。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我以前还以为公关人就是动动脑子、耍耍嘴皮子，没想到还有拼命。好在这次有魏哲，才有惊无险。没想到魏哲挺猛啊。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行，那你也回去休息，明天请你吃饭，给你接风。拜拜。
是上海的夜色美吧？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没工夫看夜色，倒时差呢。2个小时也算时差呀，娇气。江总，一路辛苦。不辛苦。对了，小玩意儿送给你的。啊，谢谢。小力士奶粉的项目出了问题，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下。是比稿输了吗？比那个还可怕，我们的标书很可能被剽窃了。剽窃？是这样的，前2轮的比稿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第3轮比稿的时候，我的 proposal 刚做到了一半就被艾文当场打断了，说我们的创意和明世的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啊？你是知道的，实景模式这个创意，我们公司之前没有用过，国内就没有几家公司用过，而明世之前的创意也不是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那 Stella 知道这件事情吗？几个合伙人都已经知道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小力士奶粉的项目可能要流产。魏总好。各位早。听说你在悉尼被人打劫了，伤得严重吗？没看着吗？完好无损。外表完好无损不代表心里没事。你说万一有个创伤后遗症，你就不盼着我好是吗？我这是关心你，真的。你要是有哪里不舒服，千万别憋着。我很好。我看你这面若桃花的样子，在悉尼是不是有艳遇啊？孤男寡女流落异国他乡，是不是患难见真情了？你有事没事儿，没事该干嘛干嘛去。有批放。你在悉尼这段时间，小力士奶粉那个项目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咱们公司的标书好像被剽窃了。说标书的事儿。你先看看这几张照片。什么情况？我觉得标书被剽窃跟江总的男朋友谭新凯有关系。谭新凯旁边那个女的是明世的客户总监萧雅，就是她接替了沈英杰，继续负责小力士奶粉的比稿。这几张照片是我在比稿结束的当天下午拍到的。你想啊，这边比稿刚结束，我们 DL 栽了大跟头，那边他们俩就偷偷摸摸的见面。很明显，那个萧雅就是因为比稿的事情去感谢谭新凯。他们俩肯定之前就已经接触上了。至于有没有送过别的东西，我暂时还不清楚。老大，你猜这张银行卡里得有多少钱啊？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不要再查谭新凯了。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可没跟踪他。那天我去吃日料，正好他自己撞到我的枪口上，算他倒霉。现在要说标书被剽窃跟他没有关系，打死我都不信。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谭新凯得查，而且要查得清清楚楚，水落石出。来吃。你说你这也不吃也不喝的，一进门就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啊？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说好了哈，不能生气。怎么有种来者不善的感觉呢？我们公司的标书被人剽窃了，这事你知道吧？我知道。比稿那天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讶，但说实话，我不相信你们公司会抄袭明世。但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我也弄不清楚。你跟明世的萧雅熟吗？
熟啊，多熟？就像跟你们公司抒情一样熟啊。比稿那天，有人看见，你们俩见面了。见了。他给你什么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边还有一张银行卡。据说那张银行卡里边有30万。但你放心，我没拿。这30万呢，对我诱惑的确挺大的，但是绝不足以让我搭上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这个人呢，有野心，也想挣更多的钱。其实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就一直努力做到自己能配得上你。所以什么钱该拿，什么钱不该拿，我心里特别有分寸，我有底线。真的不好意思啊，其实我是相信你的，只是要突然听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忍不住想要问一下。没关系的，这个事情你该问。从我喜欢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去承受各种各样的攻击和误解。魏哲老师，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怎么了？路易斯跟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在调查谭新凯，你不仅派人跟踪他，你还偷拍他。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要再查他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呀？那你为什么要偷听我和路易斯的谈话呢？我没有偷听，我进来找你的时候，恰好看到你们在这搞小动作。那巧了，路易斯也是恰巧看见谭新凯在和萧雅见面。见了又怎么样？见了就可以随便诬陷他吗？我刚才找了谭新凯，问了他，他确实跟萧雅见过面。萧雅为了贿赂他，给了他30万，可是他没有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说你就信啊？江达林，麻烦你把脑子放清醒一点。我清醒得很，我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针对谭新凯。你喜欢我呀，还是嫉妒他？在国外的时候，你救过我一命，我真的很感激。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好老师、好伙伴，我真的很幸运。但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我是小学生吗？你是我的班主任吗？我在早恋吗？你不要觉得我叫你一声老师，你就可以随意干涉我的私生活，跑到我妈那儿打我的小报告。我和你妈见过面。也是谭新凯跟你说的吧？当然了，不然我到现在都蒙在鼓里。我不知道你跟我妈说了什么，但是我妈的话严重的伤害到了谭新凯。可以，你们可以不喜欢他，也可以不喜欢我们2个人在一起，但是你们没有权利去侮辱一个人。他做错了什么？不就是喜欢我吗？你们连起码的尊重都给不了他吗？退一万步想，就算有一天我跟他分手了，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你和我妈无权干涉。现在你们的做法让我感到很丢脸，你们的行为让我觉得很羞耻。你发泄完了吧？可以听我解释了吗？首先，我绝对不是嫉妒，我对你没有兴趣，你别太高看自己，自以为是也得有个限度。其次，我针对的一直不是谭新凯，我针对的一直是你。自从你和谭新凯开始接触，我就跟你说过很多次，你们的关系很特殊，一个是甲方的客户经理，一个是乙方的总裁，这种关系最容易说不清楚。所以我一直让你小心、小心再小心，而你呢，不但不听，你还把他带到了公司来。你不怕你们的关系传出去会影响未来 DL 和飞扬集团的合作吗？还有，
你为了跟他约会，连合伙人的会议都不参加了，正事儿都不干了。我作为你的老师，既然我的学生已经不接受我的管束，那我只能找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就是你的妈妈。说来说去，全都是我的错，是吧？当然是你的错，因为你永远只记得你是江达林，你永远不记得你是 DL 的总裁。你江达林跟谁接触我不管，跟我也没有关系，但是 DL 的总裁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知道你的另一半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必须得知道谭鑫凯是不是我们的敌人，不然我就是对你不负责任，我就是对 DL 的利益不负责任。利益，还不是为了你的利益，为了钱。对不起啊，我一直都搞错了，真的不好意思。江达林，我告诉你，我要是为了钱，我就不会来这儿。外面大把公司拿着股份在找我。要不是因为你的父亲是江远鹏，是我的启蒙老师，曾经帮过我，你以为我会来这儿帮你吗？你以为我会收一个永远跟我对着干的学生吗？自从彭坤案发生以后，我眼睁睁看着 DL 错失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公关的好机会，现在越来越混乱。而你这个半吊子总裁只会一错再错。哦，你以为我们办成了几个案子 ，DL 就度过危机了？我告诉你，早着呢。别忘了，你的父亲至今还下落不明，到底是咎由自取还是遭人陷害还不清楚。你倒是心挺大呀，还有闲工夫在这谈恋爱。你不操心，我帮你把关啊。所以因为这个，我的做法很可能会伤害到谭鑫凯，伤害到你们的感情，但是我不会道歉。很简单，别看 DL 现在风平浪静的，其实一直危机四伏，谁在帮你，谁在害你，我不知道。所以我宁可错杀100，也不会放过一个。为了 DL 的利益，为了你的父亲，我在所不惜。我谢谢你的在所不惜。我第一次听到狡辩还这么理直气壮的。魏哲老师，我求你不要再给我上课了，好不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心里很清楚。老大，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卷布派走人了？滚！你几个意思呀？从我一进门开始就一句话都不说，气鼓鼓的。我不就是让你从国外带了几瓶化妆品回来吗？舍不得啦。跟化妆品有什么关系啊？知道。那么请问是谁把我们江大总裁气成这个样子啦？还能有谁？魏哲。现在连老师都不叫。哎，你别吃了，知道的你是在吃红薯干，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吃魏哲的干。根本你没有心肝，他真的太过分了。之前他就派人调查谭鑫凯，他现在居然跑到我妈那里告状，让我妈阻止我跟谭鑫凯在一起。哎，你说他多大人了？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管这么多干嘛呀？真是可笑。这好像是不太像他的风格啊。最可气的是，我妈居然听了他的话，跑去找谭鑫凯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弄得谭鑫凯现在下不来台不说，连我都不太想讲啊！你们俩不会就这么完了吧？暂时还没有。反正幸亏是我及时去跟谭鑫凯说清楚了，魏哲这搞法，早晚得给我们搞黄了。他图什么呀？拆散了你跟谭鑫凯，他能得到什么好处？无咖啡不生活。我早就说过他暗恋你吧？暗恋个头啊！暗恋，他就是觉得我和谭鑫凯在一起妨碍他赚钱了。他说什么？江达林的私生活我不管 ，DL 总裁必须管。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什么叫必须管？他给我讲这么多大道理，谁爱听啊？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就是故意跟谭金凯过不去啊？他们俩上辈子是不是有仇啊？如果真的有上辈子，他们俩一定是对情侣啊，所以这辈子才会变成仇人嘛。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知道，一边是男朋友，一边是合伙人，你这也算是新型的双面胶关系了吧？比普通的婆婆妈妈家庭关系更难处理啊。不过我提醒你一句，现在整个 DL 只有魏哲是你的人，你就这一个帮手了。吵归吵，千万不要把人家气跑了，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好烦呐！这几天我一直试图和飞扬继续沟通，但是严小慧拒绝听我解释。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我的失职，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愿意承担责任。这个时候追究责任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补救，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在飞扬居然认定是我们剽窃明氏的方案，这到哪说理去？明明是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这件事儿不是飞扬干的，就是明氏干的。也许是他们两家联手干的。我再说一次，现在追究这件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小力士奶粉这个项目抢回来。现在正面强攻已经行不通了，各位换一个思路吧。其实小力士奶粉最重要的是人，是严小慧。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敢断定这个事情跟她肯定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把她拿下，我们的对手也会把她给拿下的。是人就有弱点，所以舒晴，咱们还有机会。你说吧。我去查了严小慧，她这个人生活作息很有规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所以想要讨好她，其实挺难的。那就是说，没招了呗？那不一定。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办法就在灯火阑珊处。他有个女儿。什么意思啊？严小慧30多岁才有了这个女儿，一直都当宝贝疼着。她女儿今年6岁了，下半年开学就要上小学了。但严小慧家所在区域的小学都很一般，所以她一直在想办法给女儿申请几个比较好的私立小学的名额。但她看上的学校竞争都非常的激烈，有几个连名都没有报上，最后只拿到了良德小学的面试资格。但很可惜，在面试的过程中，她女儿就被刷了下来。哎，你先等一下。不是你说了这么多，还这么快，我都有点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是 Stella 派给你的任务吗？我能干嘛？你听我把话说完。他女儿是因为英语不行，才没有通过面试的。所以严小慧现在把他女儿送到了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巧了，你的好朋友邦尼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那当然，我出马还有问不到的嘛。严小慧的女儿在我们这里上的是英语强化班，那都是为了考重点小学突击的。
他女儿的基础呢，其实比其他小朋友还好一点，但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又不爱说话，所以口语就不好，面试的时候就没有通过。哟，邦尼老师，想好了，是来交道歉信的。什么道歉信啊？我又没有犯错。你不交道歉信，你来干什么？你忘了，你已经被停课了。被停课就不能来了吗？我就是来随便逛逛的呀，不行啊！你懒得理你，哼！懒得理你？谁呀？我们校长。你们校长就这么说话呀？我不想惯着他。再说了，我是我们学校金牌教师里的 No.1，大不了我不在这里干了，有的是学校想要我。哎，不说这个了，这个幼升小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呀？你这孩子，在国外出了那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一声，都动刀动枪了。我跟你说，现在哪儿都不安全，就是国内好。今后别再去那些危险的地方了。这次多亏了魏哲，你跟他说一声，抽空我请他吃饭，好好谢谢人家。别洗了呗，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怎么了？哦，对了，你说的良德小学的事儿，我想了一下，还真想到了一个熟人，高校长，就是不知道人家还记不记得我了，试试看吧。不是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见过谭鑫凯了？而且还说了很难听的话，对吗？他告诉你了？他跟你说什么了？我不知道魏哲都跟你说什么了，但这是我的私事儿，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就算有什么，你应该直接来问我，而不是去为难谭鑫凯。琳琳，你知道吗？女孩子找男朋友就像再次投胎一样，我当妈的能不管吗？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一个大人了。如果我连感情的事情都处理不好，那我以后还怎么管公司啊？请你信任我好吗？所以，我拜托你，我和谭鑫凯的事情你就不要瞎操心了，行吗？好啊，我可以不管，只要你幸福，怎么都好。但是我希望今后有什么事情，你亲自跟我说，而不是从别人的口里再传给我。我不看好谭鑫凯。高校长您好，您在等朋友吧？我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啊？还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吧？对的，这个您能看一下吗？违规违纪的事我不干，这东西你收回去。您可能误会了。您看，这是小乖参加钢琴比赛获奖照片，这个呢是幼儿园老师给的评语，还有这都是他画的画，您看一下。其实小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只不过他性格内向，所以在这次面试中表现不是特别好，没有被录取。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学校的面试已经结束了，我就算是校长，也不能破坏学校招生制度啊。高校长，当年良德小学老校区要扩建的时候，因为资金短缺，还是达林传播资助的，您记得这事儿吧？我记得，捐赠人叫李月如，她是我妈妈。啊，其实我说这个话呀，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当年我妈妈捐赠这笔钱的时候，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上学，也是为了那句校训：明德明理，成己成人。我也希望
我们这次能够互相成全。如果小乖有了这次面试的机会，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障碍，积极地面对未来的人生，也让他知道，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有成功的机会。我丑话说在前面，这次面试会比之前更严格。如果他还是不能通过的话，你可不能再来烦我了。谢谢，十分感谢。我现在就不烦你了，我马上走。谢谢校长。严总，你好。你怎么也在这儿？我特意来找你的。小丽式奶粉的案子虽然没有公布结果，但是我们已经倾向选择民事公关去做，下周就签约，你就不用再费心思了。而且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对不起，我不想谈公事。我跟你说的也是私事儿。你什么意思？我们不仅是生意上的伙伴，也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吧。我听说你女儿升学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呢就多了个事儿，从良德小学那里为你女儿又争取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那我要先谢谢江总的好意了，但是我女儿实在是太内向了。上次去面试的时候，她一进考场就开始哭，没过几分钟就哭着出来，晚上回家还发了烧。再给她一次机会啊！我估计结果也没什么两样。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最好的闺蜜啊，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当老师。她跟我说，其实你女儿的基础很好，只不过就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要不然给她一次机会。How are you? 你看，你就是不敢开口。你放心，我闺蜜是这里最好的老师，她一定会有办法的。How are you? Do you want to play with me? You should say yes. Yes. I can't hear you. Can you speak louder? Yes. Louder, please. Yes. Good job. So,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小乖. Nice to meet you, 小乖. I'm Cinderella. 我就说一定会有办法吧，把她交给我闺蜜，我相信突击1天之后，面试一定没问题的。Can you play with me? Wow, you look so beautiful, like a princess.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南希，今年几岁了呢6岁。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先别着急，我的朋友帮你跟我说，其实小乖的基础很好，她就是有些紧张，放不开。她只要能克服这个困难，一定没问题的。那现在请用英文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说呀。他在你朋友那儿不是说的挺溜的吗？怎么到了这儿又不开口了？咱们再等等。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刘南希.
I'm 6 years old. I like to read books, play games with my mom and dad, eat apple and fish. Of course, I also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other beautiful children. I wish you could like me too. Nice to meet you too, Liu Nanxi. What is it in your hand? It is Cinderella. I wish I could be a good girl like her too. You have already been a pretty good girl. Thank you. 你看，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他这次一定能够通过面试的。我真是没想到，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不用客气。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做父母的出来打拼，都是希望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相信小乖长大了一定会感激你的。下班过来接你啊。嗯，工作别太累。知道了。拜拜。我认为高端干衣市场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主要原因，传统干衣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他们受80、90年代的港台影响非常大。近4、5年，中国的1线、准1线城市已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识到了干衣的好处，因为干衣是纯葡萄酿制，对身体非常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干衣和中国菜也是绝美的搭配。说的太生动了。你不当老师可惜了。这还用我说吗？你上网随便一搜不就知道了？那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只要听1遍就能记住。真的。还有事吗？有。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的问题可真多。刚才是公事，现在是私事。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人怎么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啊？是吗？你说，他们是不是都觉得咱俩特般配？裴云，你会给我带来麻烦的。会吗？大惊小怪。朱总。嘿。江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了严小慧的电话，他们决定还是将小律师奶粉的项目交给我们 DL 来做。真的呀？哎，他怎么跟艾文说的呀？前2轮比稿的时候，我们一直提的都是实景魔术这个方案，明示肯定是从第3轮比稿的时候突然提出的。艾文之前没有参加过前2轮的比稿，根本不知道情况，但这一点上，严小慧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他只要把我们和明示之前的2轮方案往艾文前面一放，一目了然。所以他做的就是说实话而已。唉，有的时候说实话也不容易呀。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好啊，那行，今天晚上我在公司组织个 party， 记得把邦尼叫上，他可是这次的大功臣。不说我差点忘了。江总，跟你八卦一下，来魏哲办公室的那个女的是谁？好像跟他很熟的样子，要不要晚上一起叫上？是他的前女友。那还是算。开始啊，他女儿有点自闭，怎么都不肯开口，把严小慧着急的。就在这个时候，邦尼从桌子上拿了一个苏菲亚，对着严小慧的女儿说：“嗨，小乖 ，How are you？” 没想到小乖还挺喜欢他的，然后就一直拿英语对话。哎呀，给严小慧激动坏了。
你知道吗？都流眼泪了。老林，你是怎么想到带个娃娃去的？我想着是要哄小女孩嘛，刚好我家里有个别人送我的灰姑娘，我就顺手拿上了，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谢谢你帮你，哎，不用谢我，这都是你们江总的主意。当然，我们也要好好谢谢江总，谢谢你的英明领导。等着拿年终奖吧。来，不好意思啊。干嘛？过去敬他一杯，给个台阶下。我给个台阶，那谁给我台阶啊？废话，忘了之前是谁死乞白赖求人家过来的啦？我告诉你，江大林，千万不要为了谭师兄把他给得罪了，这才是你最大的财神爷。去，江总好。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氛围有点奇怪，公司不像公司，酒吧不像酒吧，不太适应。很温暖啊，这就是企业文化，你得融入进来。那天我确实有点冲动，但是我并不打算道歉，因为是你干涉我私生活在先的。我也没打算跟你道歉。从我的立场来讲，我没做错任何事情，我是在为公司的利益。停！这件事情咱俩扯平了。好啊，扯平了。我希望呢，你以后能够公私分明，这事翻篇了。公私分明。我可以说点私事吗？跟裴队有什么关系啊？今天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他跟一个男的亲亲热热，然后呢又到你的办公室里暧昧不清，印象不太好吧？冲你说的这段话，咱俩没扯平，你还在记仇。楼下那个人是他未婚夫。严小慧说，是艾文把3轮比稿方案放在一起对比，他发现 DL 的3轮比稿核心亮点都是实景魔术，而我们的前2轮亮点是普通的明星邀请广告片，到了第3轮，突然画风就变成了实景魔术，所以艾文就认为我们有嫌疑。那姓谭的呢？他拿了10万块钱，还要拿这个项目利润的5%，这事情怎么办的？就办成了这样吗？说话呀！10张券，1张卡，10万块钱，1分没动，全在这儿呢。你这是干什么呀？事没办成，这钱我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嘛。哎呦喂，谭经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吧？这件事不成，那咱以后还不合作了吗？哎呀，快，你快收拾，快收拾啊！谭经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具体我也不清楚啊，我还以为马上就要跟你们签约了呢。可是严总突然通知我说要把小丽式奶粉签约给 DL， 我还纳闷呢。那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没法跟袁总交代啊！哎呦，谭经理，求你了，帮忙啊！牛排切好了，快趁热吃啊！谢谢。不客气。热烈庆祝你们拿下了小丽式奶粉这个项目，恭喜！
还说热烈祝贺，这下就叹气，到底怎么了？今儿这么高兴，就不扫你兴了？可是你不高兴，我怎么开心起来呀？没什么事儿，是工作上的事儿。那要不然你跟我说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公司有人传言说，你们拿下了小力士奶粉这个项目，全靠是我帮的忙。不是谁这么无聊啊？我们 DL 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拿下这个案子的，好吗？说实话，别说他们，连我都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一开始就是他们明示在暗中捣乱，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决定力挽狂澜，救危难于水火中，一出手扭转了乾坤。哈，你这么厉害啊？其实也不是，我们知道严小慧呢，在为她女儿找小学的事情在头疼，我就稍稍的努力了一下，帮她女儿争取到了面试的机会。我又让邦尼给她女儿辅导英文，结果她女儿又考上了。所以说，他把你们之前2次比稿的方案给了艾文，这叫善有善报。他们明示从一开始就出阴招，现在拿不到案子，活该。那得好好祝贺你们击败了明示，来，同喜。大林，这次小力士奶粉的事儿，我没帮上什么忙，你不会怪我吧？当然不会啦，你要是帮我了，我才会怪你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公私分明。那快吃快吃，你也快吃啊。